你好，今天我来分享两个除湿器的对比测试结果。现在放在厨房水槽下方的储藏柜里面，就在这里。这个圆形的可能大家熟悉，买来的。旁边这个长方形的盒是我 DIY 自己做的。放在一起测试的目的是想知道长方形这个比圆形那个的除湿量究竟能大多少，或者说能好多少。这个储藏柜里面主要存放一些常用的洗涤用品，一些小工具和一些常用的容器，还有就是一些排水管和粉碎机。储藏柜里面没有漏水，没有发霉这些问题，还算干燥。也就是说，这个对比测试是在一个正常的储藏柜里面进行的。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个除湿器的异同点。相同的地方是除湿器都是无水的氯化钙，各自都是300克。测量过程也一样，放在储藏柜里面，每天拿出来称重1次或者2次。重量的增加意味着除湿器吸收了周围空气当中的水分。两者明显的区别是开口面积不一样，方形的除湿器明显大很多。我测算以后知道，方形开口是圆形开口面积的2.4倍，这样和空气接触面积也大，除湿量也应该大。我估计除湿量也会是2.4倍左右。那么你觉得呢？这本来是一个铝箔的一次性餐具，还有一个盖子。铝箔的好处是重量比较轻，也不会渗水。先把盖板裁小一点，这样便于水流动。试试看，差不多了。再剪短一点，边角修成弧状的。先在盒子里放一个洗涤用的泡沫，这样可以垫高盖板的位置，同时泡沫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这样在盖板上铺上氯化钙粉末，多余的水分可以从边上流到盒子里面去。这是买来的氯化钙，倒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最外面套一个塑料网袋就成型了，再用一个夹子固定网袋的开口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做好了。下面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测试结果。圆形除湿器一共测了36天，增重94克。DIY 这个长方形的除湿器一共测了11天，增重106克。这几张图给出了测得的原始数据。我把两个除湿器的除湿量随时间变化的数据表示在一个图上，对比更加明显。DIY 长方形除湿器的平均每天除湿 9.5 克，买来的圆形除湿器每天除湿 2.6 克。9.5 除 2.6 等于 3.7， 所以 DIY 长方形这个是圆形那个除湿量的 3.7 倍。前面说了，两者开口面积关系是 2.4 倍，所以 DIY 长方形除湿器的除湿量比预计的还大很多。3.7 除 2.4 等于 1.5， 所以比我预计的增加了 50% 的除湿量。还有两者除湿量随时间变化都是呈现显著的线性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扰动，除湿速率非常稳定。这个结果提示我们 DIY 除湿器尽量增加开口面积，比如准备在汽车里面除湿或者清除异味，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大的铝箔托盘放除湿剂，效果会更好。有位细心的网友看了我前期的视频，了解了无水氯化钙吸收除湿能力很强，所以担心会不会是储柜里面的空气太干呢？也就是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会不会过于的干燥？其实不会。同样根据氯化钙的物理化学相平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环境温度以下氯化钙除湿能够达到的最低的空气相对湿度。我把我得到的结果呢总结在这个图上。在室内常见的温度范围以内，也就是15到25度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不会低于 30% 到 40%， 所以无论对储物本身还是对储柜本身是安全的，大家不用担心。我对除湿器的测试或改进工作正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下期视频。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